在江石化工这个案子上，你们有什么想法？首先，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教训，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司法改革迫在眉睫，是时候跨出第一步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没错。经过省里面研究，省高院决定在七星县人民法院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试点，专门负责环境资源案的审理。江院长力荐你们两位去做这个开路先锋。局员，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咱们临江省啊，是个人口大省，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速度快，随之而来的这个环境污染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用触目惊心来说也不过分。所以高院是想通过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来对环境司法改革进行一个先行探索。没错。局员，我有个问题，在没有这个环保庭之前，我们不是也在审理关于环保的案件吗？是啊，那你们两个就来说说，在以往，你们对于环境保护这种案子当中，这个审理上，一般都会出现哪些疑难问题呢？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光是这个鉴定费啊，动辄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普通老百姓根本承担不起，想告也告不起啊。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司法体系的这一块，并没有完全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节奏。随着问题不断的显现，现在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之事了。我们总不能看着江石化工厂这种悲剧再发生吧？局员，那在这个审理思路上，我们需要做什么改变吗？或者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既然叫做司法改革创新，那就是没有方案可找，并且各地也都有自己的实质问题，大家也都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拿，就各自先摸着石头过河吧。局员，我跟耿面没有方案可抄，不代表你心中不打草稿啊。指点指点我们呗。草稿肯定是没有，这就算是今天给你们两个留一份作业吧。回去呢，你们可以认真的想一想啊，这段时间你们审过的这些案子，一个是老百姓诉环保局的这种行政案，啊，还有一种就是民事诉讼纠纷案，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你们都解决了什么问题，放任了什么问题？你这一路上怎么不说话呀？你不会不想去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吧？说实话，我比任何人都想加入。可是我没想明白，这个环保庭和其他庭有什么区别？环境司法的作用，我也是冲着保护环境去的。哎，你看，你这不已经说出答案来了吗？如果我们把环境当成第一当事人的话，我们的审判里是不是没有帮环境主张他们的权益？成立环保庭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个就是答案。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保护环境最后靠的是监管和执行单位，我们判案只能靠法条。你刚才也说了，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这三个难题，难道就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办环保案件的法庭，这些问题能解决？这10年的基层就这么把你给磨平了啊，耿念！你当年在决赛场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冷静理性。今非昔比，而且我们面对情况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不都是和环境有关的问题吗？老袁，我跟我的家人曾经以原告的身份站在法庭上过，我太清楚这中间的辛酸无力。我今天也以法官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杨一木那个案结果你也看到了，我们能做的太少了。你真的相信，我们只要换一个法庭的名字，这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吗？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正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想去尝试。其实我去年跟曲苑提辞职了，和你一样，
那种我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做起的那种无力感，折磨得我整夜的睡不着觉。那你最后为什么留下了？因为曲院的一番提问。你的这份辞职报告，我看过了。你来省道院行政庭快7年了吧？你先回答我个问题：你在省院干的这段时间，咱们全省一共受理了多少环境保护行政诉讼案？其中有多少件是被裁定原告可以撤诉？有多少件被驳回？有多少件败诉？全省法院受理的环境保护行政诉讼案318件，裁定准予原告撤诉的210件，判决驳回40件，其他方式结案61件。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败诉案件仅为7件。这说明什么？撤诉率高，败诉率低，我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没有全部发挥。你在你那份辞职报告里说，法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坚守道德的底线，还应该可以走得更远。那么这个更远是什么呢？假如我们寻求做出一些改变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就像你想的那样，回到象牙塔里去安安心心当个老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那你觉得我们这次能找到解决方案吗？不知道，但我看到了问题。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常说的一句话吗？不怕对方提出观点，就怕我们在他们的观点里发现不了问题。答案藏在问题里。对。所以这场仗我们一起打，好好打，好吗？什么？公益诉讼？田园，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污染案件只能走别的途径来起诉，要么起诉经济损失，要么起诉管理部门失职。但是这些都是要求原告负责举证。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污染环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告只要举证相关性，就可以要求被告来举证自己没有实施污染行为或者管理失职。怎么？你是想发挥这些环保公益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难道不行吗？这个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公益组织是否符合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这可是有争议的。之前的公益诉讼案都没有成功过。不是田园，那个，我记得法官法第10条里是这么说的：
这个作为法官有义务保护国家、社会、个人还有组织的合法权益。现在七星运生化工厂破坏了环境，他们危害的是村民和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啊。我们作为法官如果不管的话，会不会有点失职了？失职？哎，那你们自己拍的这些化工厂的照片呢？你们这个的取证行为，在法官法那里叫什么？田院，您也不要生气。我们这调查是当事人申请的。哪个当事人？什么时候提的？申请在哪儿？就是那些不会说话、不会自己找律师的下横头村的土地、河流、植被，他们申请的。田院，这些已经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我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您说我们进行环境司法改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吗？那就总得有人站出来为环境说几句话，做点事情，对吧？反正按你的意思，让一个环保组织来起诉肯定不行，没有这种做法，也没这个先例。我们之所以提出公益诉讼，就是考虑到原告都是自然人，诉讼能力较弱，而且没有能力负担鉴定费用，而被告多为企业法人，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去应付诉讼，这就可能导致司法的衡平功能不能够被充分发挥。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内部的业务探讨，大家不要有抱负，畅所欲言。那我说两句。我同意罗法官的意见，我也借此机会说一下我在民庭10年的感悟和经验。在我接手的所有民事诉讼案中，关于环境的对抗性非常强，调解结案率只有31.95%，远低于全省60%的调解结案率。我就拿杨一木这个案子举例，环境被破坏了，对于当事人和周围的居民来说，不是赔偿一点钱就能解决的。所以，一触及环境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法院就不是很信任，他们更愿意选择信访。我不是故意要跟2位法官抬杠的啊，刑庭、民庭我都待过，2位所说的问题我也知道，但是你们现在说的都是私益，和公益诉讼没有关系。杨一木案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侵权纠纷案。请问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在杨一木这个案子里，除了人身伤害侵权赔偿和财产侵权纠纷外，七星运盛化工厂周围的土壤、池塘、沟渠是不是受到了损害？沟渠的污水会流入我们的河流和湖泊，土壤里的有毒物质会造成周围植被的病变死亡，而植被的死亡有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周围的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七星运盛化工厂是不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再换个例子，江石化工厂爆炸，受损的仅仅是江石化工厂吗？燃烧的毒气、烧毁的植被、泄漏的有毒物质，是不是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判罚江石给爆炸中受伤的人赔偿，给受损的大楼做修复。那么空气呢？植物呢？土壤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赔偿？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赔偿2位法官说了那么多的道理，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不是光靠说道理来审理案件的。你们有找到能支撑你们想法的政策和依据吗？有，请大家把资料翻到第25页。这里面有罗法官和我一起节选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这里面明确要求，利用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和检举揭发各种环境犯罪行为，并且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就是我们的依据和政策。薛副院长，您怎么看？同志们，这个公益诉讼对于我们来说像第一次吃螃蟹，作为首例，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我们做工作不能够因为有风险就止步不前了。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它是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我在想，这既然是第一仗，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打漂亮。怎么迈出第一步，你们可都想好了？想好了，我和耿法官会先到相关单位进行司法市民工作。司法市民，临江省环境司法改革研究小组有义务向辖区机构进行普法宣传，宣讲重要法律法条。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的条目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罗法官，打断一下，你们特意过来跟我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您的意思是，我们联合会可以？我们只是按规定来进行普法和司法市民工作。苏律师，明白。哎，夏老师，你怎么来这儿了？法官，我找苏律师。哦，哎，沉不沉啊？没事我给你拿吧。哎，没事没事，这真没事，我给你拿真没事。我找他有急事，我先进去了，哦下次再说啊。啊，再见。好。哎，你慢点，身体刚好。这谁啊？夏老师，你不认识吗？夏老师啊，上次报这案你救的那个。要救也是他救我，是他发现了问题，及时让我们撤离的。你说，夏老师跟苏律师关系挺好的？人家是老师，跟我们不一样，有律师朋友不是挺好的吗？看来以后要避嫌啊。避什么嫌？没什么。哎，你是不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了？整个法院系统里就你一个大龄男青年，我看人夏老师气质不错，啊，你考虑考虑你自己吧。我怎么了？没事，给人家徐飞整个惊喜什么的。你看你那张无趣的脸。不是我无趣，我成家了，你成家了吗？我成家了啊！我把法院当家。上车。这些是？这些都是从杨一木鱼塘的水样当中检测出来的新型化工合成成分。整个临江省只有凤凰岭祥发化工有这个成分。报销征集请愿书。袁先生无罪，保护动物无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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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先生无罪。喂，林法官是吗？啊，你哪位？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为什么还不改判？你必须改判袁先生无罪。
丁法官早。早。你手机响了。骚扰电话。不行就换个号吧。没必要。你们链接怎么这么慢啊？是要开庭了吗？我走楼梯。白一墨，哎，苏律师，你怎么来的？正好路过，想着没事过来看一下你。最近还好吧？还行，爱萍做钟点工，我白天当保安，晚上出来代驾，还完账还能有点剩余。行，那我再帮你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白天收入更高的活。太谢谢你了，苏律师，案子完了还一直惦记着我。这个案子还没完。啊？我之前呢，本来是想搜集杨云胜的证据，向媒体曝光。这样的话，你虽然拿不到赔偿，但至少能制止他再干下去。对的，苏律师，能制止他们比什么都重要。咱们现在有新希望了，咱们去告他。可咱们不已经败诉了吗？这次不一样，这次呢，咱们就告他污染环境，不仅要告七星运盛化工厂，还要告祥发集团。凤凰岭祥发集团？对。江石化工垮了，祥发可没垮。周法官，夏老师，这么巧啊？你经常来这个书店吗？这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会经常下班之后来这转转。是吗？嗯，我也经常来这个书店，怎么没？好巧。你买的什么书？这是我们专业的书。你呢？买的什么书？这是我们专业的书。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让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改变，或许才刚刚开始。罗法官，江石化工厂不讨论。对，你就算是知道也不能说。抱歉啊，职责所在。特别理解。但是我相信，洪秋儿，你看看，你给我好好看看，法院传票都发到我头上来了。你急什么呀？我不能急吗？我已经查过了，环保联合会的代理律师叫苏卓，和杨云胜那个案子是同一个律师。你是说，是这个姓苏的在背后搞鬼？你想想，他开始为什么不上诉啊？为什么？因为法院不受理。他现在为什么出这招啊？因为黔驴技穷了。那现在呢？你打算怎么办？抓住他的原告资格打。罗法官，起诉书已经送到了吧？我们的证据已经提交给了法院，如果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地方，我们尽全力补上。我以为您能和当事人共情，但可能是我想错了，因为您毕竟是一个不懂环保的法官。苏律师，我是一个懂环保的法官，前2次见面没有正式自我介绍。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罗远。我知道你
省院调来的。请坐。我注意到你们的起诉书上，除了公益赔偿外，还主张对杨一木的个人赔偿。对，杨一木因为运盛化工厂的污染遭受的经济损失，我们这边有明确证据。你现在是作为原告杨一木的私益诉讼案代理律师，还是作为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公益诉讼律师？什么意思啊？您是说，如果对运盛化工厂提起公益诉讼，就不能帮杨一木拿到他自己的赔偿？我没有给你提示，我只是告知你，两个主张并行，可能存在风险。娄法官，期间运盛化工厂的污染导致杨一木的鱼塘受损，妻子流产，还不起银行贷款，负债累累。如果不主张对运盛化工厂追偿，这个不合理。我不接受你们为了公益诉讼的成功就牺牲掉杨一木应得的赔偿。苏律师，纠正你一点，法官断案不存在成功不成功，法律是公正的。你作为杨一木的代理人，当然可以主张对他的个人赔偿，我只是告知你风险。这个案子里，你们是以民事公益诉讼形式提出，公益这两个字才是案子的焦点。苏律师，不用再说了。娄法官，我明白了，现在我们告的是运盛化工厂和祥发集团，这一切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就因为是大家的利益，我就不能让他们赔钱给我一个人。杨一木，不是不能主张你的个人赔偿，而是两个主张并行，风险会变大。环保联合会和案件本身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苏律师是以环境公益受到破坏而得不到救治，违背基本法律原则为理由，提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如果还坚持你的个人赔偿，环保联合会的原告资格会更加难以被认可。行，我同意。杨一木，我不要钱了，我就要一个公道，一个道歉。真的，钱我不要了，但是罗法官，你得答应我，这一次，法院不会再让我失望。我是法官，我不能给你这个保证。但我唯一可以给你的保证，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做出最公正的审判，这是我作为法官的本分。在民事诉讼法中，我们一直强调原告要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温教授，环境侵权啊，它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它往往包含着几个特点，比如间接性、隐蔽性、扩散性。如果说因为一时我们找不到形成利害关系的原告主体，那么就不受理了。曲副院长，我认可你提到的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和公益性，但如果对原告资格不做限定，那张三李四不就都来起诉了？我作为律师代表说几句啊，咱们这个公益诉讼的提出，在我看来就是冲着保护原告去的。他们的举证难度是下降了，但是被告企业都被缠进去了。不管造成污染的原委是真是假，但是被告企业都要分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去向公众解释。请问江院长、曲副院长，你们怎么判断哪个公益组织有资格，哪个没有资格？民事诉讼法里确实提到过，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可是这有关组织的范围太大了，这里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符合，什么是不符合。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公益诉讼要想被成功推行，就必须先定义有关组织是什么。国外虽然有案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具备可借鉴性。这是全国民政部门所登记过的环保组织和有关机构。我在想，是否可以从合法合规性、成立时间、从事活动的类型3个维度来判断一个公益组织是否具有公益诉讼的资格。省高院环境司法改革小组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同意你们对民事公益诉讼案在程序规则上做出一些创新的尝试。首先是适度限制原告处分权，第二是天然的职权主义，第三举证责任的特别区分，四环境修复费用的公益性，第五就是审知合一的合理性。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被告，对上述原告的主张和证据是否有异议？
审判长，我方首先认为，大江环保联合会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代理人，请阐述。审判长，既然是公益诉讼，那么就要确定大江环保联合会的资质是否合规合法，主张赔款支付给谁，谁来监督，谁来实施修复。如果随随便便让一些民间团体打着环保公益的幌子，敲诈勒索，甚至是陷害化工企业，那对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啊！审判长，关于我方资格问题，请查看提交的3号文件。大江市环保联合会作为依法在大江市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环保公益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长达6年以上，一直致力于保护生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遏制非法排污等行为，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法院应当赋予我们公益诉讼的权利和资格。审判长，这样认定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没有先例的，存在诸多举证风险，有失公平，请法庭驳回。本次环境公益诉讼案，因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仅作为公益代表人起诉。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保护，不随原告的意志而转移，相关限制，被告代理人应该已知晓。因为事关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相关的诉讼请求，也不会影响法院查明污染环境的事实，并作出责令被告恢复环境的判决。被告代理人担心的举证公平问题，本身要考虑到双方举证能力的差异和环境证据收集的复杂性，从而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关于赔偿的支配问题，原告不是实际收益的获得者，因此无权接收环境修复费用。环境赔偿款项将汇入环境公益金账户，由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监管使用。至于后续的执行，原告无需另行申请。被告不自动履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决的，将由法院主动移送执行。关于原告资格和相关问题的解释如上，被告代理人是否还有异议或者不清楚的地方？律师协会的会长不是说那天当场驳斥了法院的提议吗？怎么回事啊？我听说法院这次不认可他了，最高法那边也在做相关的讨论。他们这是有备而来啊。谁呀？说曹操，曹操到。我先走了。老曲，好久不见啊！老冯，今天是出庭啊？是啊。哎，你这省院的领导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是法官呢。法官出现在法院，那不是正常的吗？哎，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谁呀？咱们的老同学，温莹的儿子，罗远，罗法官。你还别说，这母子俩啊，长得是真像，一模一样。没想到咱们当年抱的那胖小子，如今啊，子承母业，已经成了法官了。老冯啊，哎，你想说的，恐怕不只是这些吧？实不相瞒，我现在啊是凤凰岭祥发集团的法律顾问。咱们这种关系，这个就免了。我如果想找你，还用这个吗？避嫌。哼，你们啊都避嫌我几十年了，至于吗？啊，自打我端起这个律师这个法啊，你们聚会请客吃饭就从来没叫过我，有点过分啊。在这个人情社会，这个的确是显得有点过分。没关系，等我退休之后，全给你补上。哼，等你退休啊，恐怕我得饿死。老曲啊，哎不，曲院长，哼哼，这次这个公益诉讼，是不是你们省院鼓捣出来的？什么叫我们鼓捣出来的呢？人家公益诉讼啊，这个情况早就有，知道吧？好，我们只是给他更新换代了一下。不说这个了，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上，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们能不能以后别老盯着我，拿我当典型啊？
你说你们好端端的，干嘛非要把精力浪费在公益诉讼上？哎，这怎么是浪费精力呢？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法治建设也必须要同步跟上才行啊，对不对？我们总不能让一些人老惦记着钻法律的空子。哎，老阙，我这儿还有个会，马上到点儿了，不说了，好，再见。法官什么意思啊？是让我多赔钱吗？你这案子我就从来没打过，我哪知道法官什么意思？再说了，你说你一个普通的伤人案，硬是从刑庭打到民庭，将来还可能打到行政庭。你一个律师，你告诉我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就一句话，1分钱我都不会多出啊。杨医生，你别忘了，你的诉讼费是我给你出的，你只要听话，我可以把你的赔偿降到最低。如果你不听话，我可以让你赔得倾家荡产。你威胁我？你说对了，我就是威胁你。今天这个公益诉讼案开庭还算顺利吗？两位年轻人，你们自己回答一下。庭前对公益诉讼各方面的论述都挺充分的，原告的资格认定也没有问题，只是关于原告最后的主张，祥发到底要赔多少这个问题还得考虑一下。现在原告提供的鉴定报告里面，不光有祥发的专利，也有一些化工厂在使用的普遍成分。这要区分来源、数量，包括对于这个污染程度的鉴定，这都是难题。看见了吧？这个环保案呐，你让这个老百姓提供证据，鉴定是很困难的。同时，咱们作为审理上，也会遇到一些个技术上的问题。进来。委员，学院。哦，我们这儿还没结束。哦，田院说过，我手里有个案子，可以请曲院给指导指导。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林法官，汇报工作也得讲究个流程，是吧？你不能见人逮人啊。这样吧，林法官，你先让曲院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下午4点，工作时间。再说了，上级领导给下级机关处理工作难题，这不是工作义务吗？曲院，这是我们刑庭的林海兰，林法官，对吧？这是你们中院响当当的人物，名声在外。这个他的这种工作精神，我们大家是要学习的。来来来，进来进来，林法官，进来进来。曲院啊，是这样的，林法官手头呢有一个案子，一审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哎呀，现在这个案子啊，让我们中院啊实在是头疼，一波波的记者、志愿者天天堵在法院门口，劝都劝不走。热点嘛，我知道。田副院长说的这个案子，你们两个关注过吗？来，坐下，大家都坐下，让田副院长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啊，一起聊聊。坐。坐吧。这个案子的被告人啊叫袁笑笑，是个大学生，一个动物爱好者。在他组建的这个叫动物爱好者的聊天群里，有人买卖金雕。金雕，猛禽的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大熊猫一样。这个袁笑笑啊，本来就是帮着群里的朋友中转的，也就是去接货送货，不牟利。你不要了？对。你不要早点说呀！我老婆不让我买错，这个东西是犯法的。那现在怎么办？要不你退回去吧。我看他精神已经不太好了，再上车运输会死的。那怎么行？3000块呢，得让卖的人退给我呀。我给你买。所以他是怕鸟在运输途中死亡，才买下它的。对，但他知道买金雕是违法的。曲院，袁笑笑一审被判了3年，
在我看来，这个判罚是没有问题的，是依法判罚。但是他现在上诉，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怎么看由袁笑笑这个案子引发的这番舆情呢？这金雕现在还活着吗？活着。这个袁笑笑就是自己饿着也要给这个金雕买肉呢。那判3年确实有点重。受害主体金雕并没有受到太大伤害啊。之所以这个案子会引起这么强烈的舆情，在我看来有2点，一个是袁笑笑这个年轻人，他宁肯节衣缩食，他要去喂养这个金雕，没有伤害他。第二，就是担心我们审判不当，对一个年轻人的未来造成致命的伤害。丁法官，在之前办理的那些个刑事诉讼案，它大部分当中都存在被害的主体，比如个人、集体或是单位，对吧？对，这次的主体就是金雕。但这个案子当中，被害主体除了金雕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们想想看，环境。对，生态环境。那环境？学院，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泪水。